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曾立下一个愿，但当风起浪涌，孤身无依，那个愿还会存在吗？西元672年，印度洋，一艘来自东方的商船在风暴中载浮载沉，风浪如山，遮天蔽日，众人惊恐奔逃，只有一人盘坐在船舱的地板上，双目紧闭，念佛不止。他就是意境法师。他已航行数千里，辗转不同国家，这次要真正的前往目的地印度。他知道，若这趟旅程失败，佛法的原点、传承的根脉，也许再无机会传回中土。他不是第一个西行的人，却选择了一条前人几乎不敢踏足的航路，从大海而非陆地，跨越重洋去取经。他没有朝廷的诏令，也没有浩浩长队。这西行的念头并不是从风浪中才出现，早在他15岁那年就已种下。那一年，他读到法显法师、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记载，那些字句，那些足迹，让他心中震动不已。不是一时的感动，而是一生的方向。意境法师原名张文明，出生于唐朝贞观9年，齐州历城，今山东济南。7岁于土窟寺出家，拜善玉法师与慧习禅师为师。他不仅潜心研读佛典，也广泛阅读儒家与百家思想。他曾经跟随道宣、法力律师学习律藏5年，之后又前往长安攻读《俱舍论》、唯识等重要论点，奠下深厚基础。那个去印度求法的志愿始终未曾改变。发愿容易，行愿却难。唐高宗咸亨2年，西元671年，意境法师36岁，准备启程西行。意境法师在扬州结下安居，在此认识了即将赴广西任官的冯孝全，获得他的资助与支持。但原本有10多位同行者，到了启航之日，却一个个临阵退却，剩下的只剩他与弟子善行。当所有人都离去，他仍登船。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行，而是一场愿心的试炼。20日后，他们抵达南洋最强盛的佛教王国势力佛氏，今印尼苏门答腊一带。意境法师在此弘法2月，随后北上至截图，今马来西亚吉打一带，讲经4月，度化无数信众。12月，他再次起航，目标是佛法的发源地印度。航程中，他们遭遇印度洋初春的台风与海啸。面对绝境，意境法师盘坐船上，诵佛不止，心如止水。他回忆当时的情况，海浪如山，遮天蔽日，心中只有一念坚念，才能通过这场劫难。之后，他在海上停留半年时间，学习梵语与声明。不久，善行因病返回中土，意境法师则孤身继续旅程，经莫罗鱼、截图等地，最终于西元673年2月抵达丹摩利帝国，今印度马德拉斯南岸一带，这是当时东印度最重要港口。他在当地停留1年，深入研读梵语与巴利语，并开始翻译龙树菩萨的劝诫王颂。虽语言不通，亦无熟识之人，一切从头来过。但意境法师靠着心中的誓愿，一步步走下去，永不放弃。西元674年，意境法师展开参访佛陀圣迹的旅程。他亲至鹿野苑、灵鹫山、居士那罗等地朝圣，每一处遗迹都是佛陀遗教的足迹，也是他愿心落地的见证。到了仪凤元年，西元676年，他抵达佛教学术重镇那烂陀寺，在那里展开长达10年的深入学习。他拜访大德宝狮子法师，潜修瑜伽师地论、中观论、因明论、俱舍论等大小乘经论，也与同为东来僧的道林法师一同修习密法。这10年是他知行合一的岁月，一边学习一边翻译，让佛法的根脉从贝叶经中的梵文一字一词转译成他熟悉的汉字。西元686年，
义净法师结束那烂陀40年的修学，踏上归唐之路。他先回到广州驻习光孝寺，但考量到当时朝廷政治状况不明朗，所以在旧时冯孝全的协助下，与真固、道弘、法朗3位法师及居士孟怀业再度远赴南洋侍礼佛事，整理经藏与翻译典籍。西元691年，大唐三藏法师大金途经侍礼佛事，义净法师亲自迎接，并托他将自己多年译写的经典与著作送返中土，包括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、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，以及《劝诫王颂》、《赞佛150颂》、《无常经》、《杂经论》等译作。对义净法师来说，那是一次重要的托付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亲自回国，但他知道这些佛典不能再等。西元694年，义净法师终于启程返国，1年5月抵达洛阳。武则天亲自至上东门迎接，诏令他居佛受祭祀，赐号三藏法师。历时24年，踏遍30多国。义净法师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成功从海路取经归来的大师。返国后，义净法师先与什察难陀和菩提流志译《华严经》，自西元700年起开始主持自己的译场，展开独立译经工作，直至景云2年西元711年止。一生共译56部230卷佛典，涵盖经、律、论三藏，其中尤以律藏最为精深，为唐代僧团戒律实践奠定制度基础。他不仅译经，更亲授戒律，教导弟子日常威仪，以身作则，建立清净僧团的风气。先天2年正月，西元713年，义净法师于长安大建福寺圆寂，享年79。他走过万里海路，亲历佛国圣地，留下50多万诵佛经与数部重典。他与鸠摩罗什、真谛、玄奘、不空并称，为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5大译师之一。义净法师以一念艰辛，踏遍万里海途。他不只是一位取经人，更是一位实践者、译者与导师。他用脚步丈量信仰，以生命传译经藏。他让我们看见，真正的修行来自愿，也来自日复一日的身体力行。我们从义净法师写给弟子的遗书中，更感受到一位大师的不舍与托付。正如他所言，所译之经，前进无尽，未翻之典，愧恨弥深。他用尽一生，却仍将未尽的愿留给后人完成。